的离婚法庭上，他们全都拉着我不松手。儿子，你跟着我吧，我今后绝不再婚。弟弟，不要跟妈妈去国外，姐姐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最终，我压下心里的愧疚，哭着转身看向妈妈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决定留下来。自那以后，我就成了爸爸和姐姐的心头肉，掌中宝。可直到我18岁生日那天，我爸从福利院收养了一个孤儿后，我的世界一切都变了。姐姐不再疼爱我，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仇人，我的青梅也围着她转，对我烦不胜烦。就连爸爸也总说她比我懂事1万倍。在我大学毕业的典礼那天，他们又一次为了养子放我鸽子后，我忍无可忍，已经第99次了，明明我才是你们真正的亲人啊！我爸反手给了我一巴掌，整天就会拈酸吃醋，我真后悔当初和你妈争你。我姐扯着嗓子吼，看见你我就反胃，赶紧滚！他们还以为我会像从前那样自己消化委屈，然后灰溜溜回家，但他们不知道这次不一样了。我打通了妈妈的电话，妈妈，你上次说的来国外定居和你一起生活的事情，我同意了。南艺，你怎么同意了？上次你明明说暂时不考虑的，是不是你爸爸让你受委屈了？我就知道你爸这老东西靠不住，当初我跟他离婚的时候就应该把你带走。我故作轻松地说，妈妈，不是的，是我想你了。妈妈这就给你买3天后的机票。南艺，趁着这几天跟你的朋友们告个别。告别吗？想到嫌弃我至极的爸爸、姐姐还有柳如烟，3天时间足够了。我拿起手机给爸爸打去了电话，可电话打过去，对面直接挂断，再打过去，电话直接关机了。我没办法，又硬着头皮给姐姐打去电话。一直打电话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卫东刚刚在台上表演，你刚刚差点打扰到他的演出了。姐姐，我们很久没见了，今天晚上能不能一起吃个饭？南艺，你又在耍什么手段？卫东上次被你害的都差点上不了台，你这次是想下药吗？不是的，姐姐，我只是想见见你们。我可不想见你。卫东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，好久没见哥哥了，我们就一起吃顿饭吧。不过我今天累了，不想去外面吃，就在家里做吧。当然可以，我几乎是立马答应下来。我这就回去做。客厅里其乐融融，我曾经的未婚妻柳如烟和她爸妈也来了。看得出来，相比我这个前女婿，他们对现在的卫东更满意。等我把最后一份海鲜端上桌，餐厅里6个人的位置已经坐满。姐姐抬眸看向我，不等她开口，我就端起自己的碗回了厨房。可一个没注意，一脚绊在了放在地上的锅上，锅盖落地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就知道他认错不是真心的，让他做顿饭而已，就开始在厨房里摔摔打打，没有一点教养。忙了一天，有点意见也是难免的，我们也是大意了，椅子不够都没注意，快加把凳子，让南艺也坐过来。在众人嫌弃的目光中，我被柳如烟妈妈拉上了餐桌。南艺何姨就2个月没见你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瘦？话音落，所有人的目光就移到了我的身上。爸爸看着我的脸，眼神微顿，张了张嘴，刚想说话，卫东的眼珠一转，就捶着自己的胸膛惨叫出声：好难受，嗨嗨，好难受！全家人顿时围在了卫东身边。看到卫东身上冒出来的疹子，爸爸倒吸了一口气道：这好像是过敏了，怎么会过敏呢？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爸爸用尽全力抽了我一巴掌。是不是你害的？我怎么会生了个你这样歹毒的儿子？不是我没有。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弟弟？真是太恶心了！我说你今天怎么会这么好心给卫东做饭？你就是故意想害卫东。柳如烟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对着刚刚唯一对我释放了善意的何姨道：妈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他了吧？何姨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我爸抱着卫东大吼道：好了，回来再说，先送卫东去医院。他们围着卫东急匆匆的走了，不留我狼狈的倒在地上，捂着肿胀的脸。永远都是这样，只要遇上和卫东有关的事，他们从不会选择相信我。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以后不会见到他们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开始收拾起了东西。当我拎着行李箱下楼时，刚好碰到我爸他们带着卫东回来了。我站在阴影里，他们一时没有看见我。幸好吃的少，过敏不是太严重，不然太吓人了。不过南艺还是太过分了，等会儿一定要让他给卫东道歉。不用了，哥哥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卫东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对他这种人就得好好罚。对了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他的大房间吗？就让他把房间让给你，当做错事的赔偿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哥哥的房间有大阳台，我早就想要了。我从阴影里走了出来。既然你喜欢我的房子，那就让给你住吧。哥哥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不要你的房子了。刚刚我是在开玩笑呢。你放心，我说让给你就给你，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回来了。卫东的目光中瞬间升起狂喜，不回来了。卫东说了我还不信，没想到你是真的学坏了。现在刚毕业就想着不回家了，在外面鬼混。没想到我教了你这么久，还是没有把你教好。不是的，我搬走是因为我后天就要离。随你，谁关心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想滚就滚！你以为我想让你留下来住吗？反正我现在有了卫东，比你好1万倍。我没再吭声，搬着自己的行李就走出了家门。隔壁别墅的大门被拉开，柳如烟从里面追了出来。南艺，你说个软话能死吗？只要你好好跟卫东道歉，保证以后卫东和睦相处，我就答应和你订婚，好吗？我们不会订婚的，柳如烟，我们早就分手了，不是吗？冥顽不灵，我就不该对你心软，你就这样作吧，别到时候把自己作死了，连尸都没人给你收。我没再理会他，转身坐上了路边的出租车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对面驶来一辆宾利，我认出来是姐姐的车。他追过来，大概是想亲眼看看我狼狈的样子吧。他的车停了下来，给我们这边疯狂的打着双闪。师傅问：怎么认识吗？我摇摇头，不认识，走吧。车子发动的瞬间，隔着窗子，我好像看到姐姐担忧和惊慌的表情。
我想我应该看错了吧？他怎么会担心我呢？淋了雨，到底还是让我生病了。我昏昏沉沉的在酒店里躺了整整2天，还是托前台帮忙买了药，才勉强在出发那天撑着起身，赶去机场搭乘飞机。登机前，我收到了卫东发来的一条消息。视频里，他坐在我宽敞的阳台上，看着爸爸、姐姐和柳如烟帮他收拾房子。他说：“哥哥，你的房子现在是我的了，羡慕吧？他们不光把房子给我了，还要带我去南极看企鹅呢。”我笑了笑，给他回了一句：“祝贺你如愿以偿了，不光是房子，以后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了。”随后我折断了国内的电话卡，扔进垃圾桶，踏上了出国的旅程。把我的房子按照卫东的喜好布置好后，一家人又带着卫东去了他一直想去的南极看企鹅。不过才玩了1周，姐姐就有些坐不住了，她不停地查看手机，似乎想看到点什么，可无论点开多少次，始终没有她想等的消息。天是他的生日，过去每一年我从不缺席他的生日，就算人不到，礼物和祝福也一定送到。而这是第一次什么都没有，他心中升起一股说不清的不安，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。他忍不住开口：“爸爸，我想回家了。”爸爸还没说话，一旁逗企鹅的卫东就嘟着嘴道：“姐姐，不要回家嘛，这里多好玩，我还没玩够呢。”姐姐皱眉道：“出来这么久了，也该回家看看了，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什么事。”卫东顿时更不高兴了：“家里能有什么事啊？南艺不是早搬走了吗？”姐姐蹙起了眉：“你怎么直接叫你哥哥的名字？”卫东有些心虚，但很快恢复镇定：“不是看你们都这样叫他，我才跟着叫的吗？”姐姐神色冷淡：“我们不一样，以后你还是要叫他哥哥。”卫东撅着嘴看向爸爸，结果这次他却没有像以往一样偏袒他，反而点头对姐姐说：“你说的对，出门几天了，是该回去看看。”我这才想起，南艺上次生气是因为我们没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，他都毕业了，哪能再去学校住啊？不知道他这几天在哪住的，回家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。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只要他跟卫东承认错误，就让他回家吧。姐姐点点头：“是啊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可我们多久没好好坐下来聊过天了？又有多久没有一起出门旅游了？不对，我们其实出来旅游过很多次，可一次都没有带着南艺。”姐姐心里一凉，事情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？她努力想了很久，才想起好像变故是从卫东来之后开始的。卫东来之后，南艺就很少笑了，他总是流着泪对着他们撕心裂肺的喊：“事情不是他做的，他是冤枉的，让他们把卫东赶出去。”后来他越来越沉默寡言，在家里几乎不说话，也越来越爱住校了。偶尔他在学校里碰到他，前一秒他还在和同学有说有笑，可看到他就立马低下头不说话。姐姐茫然的想着，心中突然越来越恐慌。她好像不知不觉间把什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。东西1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好？最近的航班在2个小时后。爸爸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。姐姐猝然抬眸，发现在爸爸的眼底也有和自己一样的恐慌，几乎是本能的开口：“可以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。”飞机落地是第2天傍晚了，一下飞机，两人就直奔家里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们不停地打着南艺的电话，可无论打多少次，对面都是该号码已经停机。怎么会停机呢？不过是几天不见，怎么我们就找不到南艺了呢？回到家，两人第一时间冲上楼，可打开门，他们才意识到这间属于南艺的房子前几天被他们换给卫东了。他们对视一眼，从彼此的眼睛里都看到了恐慌。柳如烟是被卫东的电话吵醒的，这段时间她一直睡不好觉。那天南艺泡在雨里，一个人离开的身影总在她脑子里徘徊。她接通电话后听到卫东的哭声，就习惯性的开始哄他：“卫东不要哭，你一哭我的心就开始疼了。告诉我谁欺负你了？”卫东哭哭啼啼：“是爸爸和姐姐，他们找不到南艺就冲我发脾气。他失踪又不是我害的，他们凭什么不理我？从下飞机到现在，一句话都没和我说。如烟，我好难过，能不能过来找你啊？”南艺不见了。卫东后面的话他一句都没有听见，只听见南艺不见了。那个一直跟在他身后说要跟好一辈子的南艺不见了。妈，不要给我买了，我的衣柜都塞不下了。怎么会塞不下？我回去就让你陪爸把你隔壁的客房收拾出来，给你做衣帽间。裴父点点头，一脸宠溺地看着自家老婆道：“好的，老婆大人。”看着面前这对感情融洽的母亲和继父，我心里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。本以为来英国生活会很不适应，没想到竟和大家相处的这么融洽。无论是妈妈、继父还是季姐，都让我感到如沐春风。陪妈妈逛完商场后，季姐已经开着车来接我们了。爸妈、弟弟，快上车！新开的那家西餐厅听说味道很不错，我们去尝尝。我坐在副驾驶，一路上季姐不断地给我介绍着等会儿去吃饭的地方，我忍不住打断她：“好了，姐姐，不用再介绍了，我知道这家金枪鱼好吃了，等会儿一定会点的。”裴府笑出了声：“南艺，其实小雪平时不是这么话痨的，主要是太喜欢你这个弟弟了，所以才忍不住跟你多说话的。”裴雪摸了摸鼻子：“弟弟这么可爱，我当然喜欢。谁让我小时候求你们给我生个弟弟玩，你们死活不愿意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回来，我就是想宠弟弟。怎么了？”我鼻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一酸。谢谢姐姐。自家人天天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姐。我眨了眨眼，脑海中一阵恍惚，好像很久前也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，不过那个人后来成了别人的姐姐。不过上天也许是真的公平的，我失去了爸爸和姐姐，现在却又赐给了我一个疼我的爸爸和姐姐。夜晚，我躺在自己专属的温暖大床上，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想起卫东他们了。打开好久未登的微信，发现有很多同学在问我去了哪里，说爸爸、姐姐还有柳如烟找我都快找疯了。我看着这些信息，甚至觉得有点荒诞。他们找我干什么呢？莫非还想让我给卫东道歉吗？我都已经走了，把一切都留给了卫东，
他们还不满意吗？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心情再管他们高不高兴了。我卸载了微信，任由自己沉入甜美的梦境中。时光悄然流逝，我在这里继续求学。裴父为我联系了熟识的导师，我顺利读完研究生，直到博士毕业。一眨眼就到了圣诞节，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。那天早晨醒来，看见客厅里放着3层的大蛋糕，我这才恍然意识到，我差点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。是了，收养了卫东之后才发现，他的生日居然和我相差一天，正好是平安夜那天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爸爸和姐姐还高兴了很久，说家里以后可热闹了。第一天给卫东过生日，第二天给我过生日，可后来他们只记得给卫东过生日，却忘记了第二天也是我的生日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过生日了。看到妈妈把生日帽戴在我的头上，我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。真的太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妈妈、爸爸和姐姐急忙凑过来问我怎么了。我一股脑的把收养卫东之后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妈妈气得直拍桌子：你爸那个老糊涂，我就知道他靠不住。还有你姐亲疏不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裴父连忙给他顺气：别气别气，大不了我找几个人揍他们一顿。裴雪咬着牙：不用找人，我亲自去。我被家人暖心的反应轰得扑哧一笑。妈妈别气了，已经过去了，我早就不伤心了。现在和你们在一起我很开心。我突然发现今年的圣诞节一点也不冷，属于自己的生日蛋糕真的好好吃，可惜蛋糕还没有吃完就被冲进来的人给打断了。陈思雅，当初明明说好南一的抚养权是我的，你凭什么一声不响的把我的儿子拐走？许久不见的爸爸从门外冲了进来，怒气冲冲的对着妈妈说。姐姐也跟了进来，不悦的看着妈妈：就是啊妈，你怎么能把弟弟藏起来，让我们找了这么久？妈妈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：我当初怎么交代你的，让你好好保护弟弟，你就是这么保护的。妈妈讥讽地看着站在他们身后的卫东：别以为我人在国外就不知道你们做的那些事，你们里外不分，帮着外人欺负南艺，我就要把他带走。裴雪和裴爸爸也走到我身边：你们不疼，我们疼，捡到一个儿子和弟弟，我们简直高兴坏了。爸爸看见裴父，气得脸都绿了：裴浩然，你抢我老婆也就算了，现在连我儿子都不放过，你凭什么？裴父神情淡然：就凭我不偏心，南艺在我这里就是我儿子，没人能欺负他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像你这种亲疏不分的亲爸，他早就不想要了。爸爸被裴父一呛，目光希冀地看向我：南艺，你不是这样想的对吗？不等我回应，他就将卫东拉到我面前：爸爸错了，是真的错了。那次他过敏，根本不是你做的海鲜问题，而是他提前买了花粉自己涂在身上。我们后来整理房子，在他抽屉里发现了证据，我们这才知道他原来一直在嫁祸你。是爸爸错了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就把他送走，好吗？爸爸和姐姐一脸祈求地看向我，我却只是摇摇头。这些话我等了很久很久，可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了，不用了。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，裴父和姐姐对我也很好，我不会再回去了。姐姐情绪崩溃：他们算什么爸爸和姐姐？南艺，我们才是你真正的家人啊！跟我们回去好不好？姐姐真的错了，我们已经把卫东从你的房间赶出去了，再也不会赶你走了。我淡淡的：不重要了，我在这里也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比家里的更大更好，更不会有人来抢。姐姐，虽然裴雪姐姐和我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早就把她当做亲姐姐了。其实你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挺对的，有时候血缘真的没那么重要。姐姐一脸受伤的看着我，蓦然想起自己曾经好像真的说过这句话。那次卫东把垃圾泼在自己身上，跑进他怀里哭诉，他不问青红皂白就一巴掌打在我脸上，那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哭。姐姐，我不是你真正的亲人吗？你为什么不信我？他当时说了什么？他好像说：我宁愿你从没出生。想到这里，姐姐的心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，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要彻底失去这个弟弟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南艺，我只是被卫东骗了。裴雪嗤之以鼻道：那你可真蠢，能被别人的花招随随便便骗，还是说你根本不相信你自己的亲弟弟？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南艺的姐姐。姐姐和爸爸还想说什么，可裴家的保镖已经冲进来，把他们给带走了。后来他们又来学校找过我，我对他们还是一样的说辞。最后一次，爸爸红着眼问我：南艺，真的不能原谅一次爸爸吗？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啊！我深深的看了他们一眼，淡淡的：要是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愿自己不是你的儿子。也许这句话的威力太大，从这之后他们再没有来找过我。柳如烟倒是来过，她跪在我宿舍楼下一动不动。我错了，你走后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我以前不知道卫东那么有心机，我被他骗了。现在我真的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，求求你原谅我。我站在窗户面前看着，没有下去，任由他跪了一夜。他是认了错，可我凭什么原谅他？他是对我好过，可那些辜负是真的，那些背叛也是真的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，他就该活在愧疚里。圣诞节之后的几天，我便正式在导师安排下进入了研究机构实习，那是我一直梦想的方向，医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的临床诊断研究。每天都很忙碌，从晨间文献分析到深夜实验记录，我几乎没有时间想起过去的人和事。但命运似乎总爱在人刚刚平静的时候再掀波澜。某天下午，导师刚开完例会回来，递给我一封信，这封是寄给你的，寄件地址在国内。我接过信封，看到上面熟悉的笔记，心跳顿了半拍，是柳如烟的信。南艺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人写信，我也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看。你走后，我很多次站在你曾经站过的位置上，试图感受你当初的心情，但始终无法原谅那个冷漠自私的自己。那天你离开，我们都以为你不过是赌气，但你真的没有再回来，也真的
活成了我们够不着的样子。南一，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原谅我，不是原谅我们，不为了什么，只是为了你自己，那就请你告诉我，哪怕一句话。我合上信纸，眼眶酸涩，却没有掉泪。人啊，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伤了别人？大多时候等那人已经走了。我没有回信，因为我不想再回头。那年跨年夜，裴家在自家庄园办了一场篝火派对，我第一次带上了导师和实验室几个朋友一起参加。篝火下，裴雪拽着我手臂大喊：“恭喜你，终于毕业了！”裴父拿着香槟走来，以后如果还想继续做科研，爸爸也支持你。我笑着点头，但看着这对待我如亲子的家人，我却第一次鼓起勇气问：如果有一天我想创立自己的研究所呢？裴父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拍拍我肩膀：“那更好，等你筹划好了，爸爸投你第一笔资金。”那一刻，我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。1年后，我的名字出现在国际医学期刊的作者栏上，成为一项肺部早期筛查验算法的第一作者。回望来路，我不再恨那些曾抛弃我、伤害我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值得，而是我终于强大到可以不在意。某天，我正给实验室新生做讲解，忽然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。请问是南毅先生吗？我是埃昆市第2人民医院，您父亲突发心梗入院，我们在他的急救记录里找到了您的联系方式。我愣住了，他情况不太乐观，如果您能回来一趟，我们建议尽快。我没有马上答应，只是沉默地挂断了电话。下班后，我坐在实验室天台，看着夜幕低垂，回忆如潮水般涌来。我曾一次次幻想过他们来求我原谅，幻想我冷漠以对，甚至嘲讽他们活该。可现在，电话另一头的南毅先生听起来却像是唤着一个陌生人。我回国了，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彻底告别的机会。当我出现在病房门口时，姐姐正坐在床边，脸色憔悴的不像样子。她一抬头看见我，猛地站了起来。南毅，你真的回来了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看了眼病床上的男人。他瘦了很多，面色苍白，哪还有半分当年那个吼着打我、骂我歹毒的模样。他睁眼看见我，眼中浮现出复杂情绪。他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我没再看他第2眼，转身对姐姐道：“我会亲自给他安排手术，也会结清费用。只是这之后，我和你们再无关系。”姐姐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掉。南毅，我知道我们真的错得太离谱了，但你现在过得很好，说明妈妈做的决定是对的。我没有资格再求你留下，可我真的希望你能活得轻松一点，别再把那些痛苦都背在心里。我静静地听着，良久，只留下一句：“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活着。”出了医院，我站在夜色下，深深吸了口气。这一段伤痕累累的过往，就像一场终于醒来的长梦。